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为角色制作推拉箱子的功能。这只是我系列教程中的一集，所以如果你无法理解其中的某些内容的话，可以根据视频中的提示查阅我之前的教程。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从第一期开始按顺序观看本系列视频。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这里我就直接沿用前几期视频制作的第三人称控制器了。现在我们来定义一个可以被推拉的箱子。那么新建一个脚本，取名叫 Movable Object， 这就是我们可以推拉的箱子。玩家在开始推箱子的时候，需要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通过射线检测来计算得出，也可以事先准备好，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游戏设计。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例子里，我们就采取后面一种方法，也就是事先准备好玩家推箱子时应该站立的位置。至于如何通过射线检测来计算合理的位置，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关于攀爬的视频。那么我们就声明一个 transform 数组，我们用这个数组来保存玩家推箱子时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然后我们到场景里实际制作一个箱子，暂时我们就使用一个 cube 来代替。在这个 cube 下面，我们新建4个空对象，给它起名叫交互点，把它们放到箱子的四周，让它们的正面，也就是 z 轴的正方向对准箱子。注意，这里要使用本地坐标系来检查它们的坐标方向。这4个交互点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角色在推箱子时所要站立的地方。给这个箱子绑上我们刚刚建立的脚本，然后把交互点拖到这个数组里。下面我们来调整一下它们的位置，以适配我们的角色动画。这里有我在 Mixamo 上下载的推拉动画，我们把这个 Push Start 动画拖到角色动画状态机上，设置为默认状态。然后我们开始游戏观察一下，角色动画停在了 Push Start 动画的最后一帧，我们就利用这个姿势来调整角色的位置。在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之后，我们把这个交互点设置为角色的子对象，然后 reset 一下。这样我们就把交互点放在了合适的位置，然后再把它重新设置为这个方块的子对象。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 x 和 y 的值，比如说这里的 y 值应该为0。现在我们复制一下 transform 组件的值，停止游戏，把 transform 的值粘贴回去，然后根据对称的情况给另外的3个交互点赋值。下面回到脚本这里，在这里声明一个返回值类型为 transform 的方法。我们的玩家当要推动箱子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交互点。这个方法只有一个参数，那就是玩家的 transform。我们先声明一个 transform 变量滞空，返回这个 transform 变量，这样这个方法就不会再报错了。然后声明一个浮点类型变量来存储距离玩家最近的那个交互点和玩家之间的距离。现在我们还没有便利够交互点，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个距离的值赋为无穷大。接下来我们便利所有的交互点，获取当前交互点和玩家之间的距离。如果这个距离小于当前保存的最小距离，那么我们就更新一下最小距离的值，同时把这个交互点的 transform 赋给这个一会儿要返回的 transform 变量。那么这个方法就写完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判断玩家的前方是否有可以移动的箱子。那么我们就打开上期脚本中编写好的障碍物判断脚本，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方法，用于判断玩家的前面有没有箱子。这个方法的返回值为 movable object 类型。如果检测到了可以推拉的障碍物，那么我们就返回这个障碍物上的 movable object 组件，否则返回空。这个方法接受2个参数，第一个是玩家的 transform， 第二个是当前玩家的输入方向。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项目的实际需求来定义一下箱子的特征。比如我这里就认定所有可以被推拉的箱子，它的高度一定要高于 0.8 米。那么我们就声明一个 float 类型变量来保存这个 0.8 米。然后在 0.8 米的高度上，向角色的正前方发射一条射线，射线的长度就设置为1米。我们在这里直接使用以前制作翻墙功能时定义的距离变量。我们再声明一个 layer mask 来指定可以被搬运的障碍物的层级。如果射线检测到障碍物呢，就检查一下玩家当前是否面向障碍物的正面。那么我们就获取一下障碍物的法线，这个法线就保存在之前用于记录攀爬对象法线的变量里。然后我们检测一下障碍物法线和角色方向的夹角是不是大于40度，或者法线和玩家输入方向的夹角是不是大于40度。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玩家没有面向障碍物，所以此时不能够推障碍物，那么我们就返回空。如果这个检查通过了呢，我们就可以确定玩家前面有一个障碍物了，那么就可以返回 movable object 了。当然，为了确保检测到的目标对象上确实存在 movable object， 那么我们可以先声明一个它的变量，然后使用 try get component 方法来尝试性的获取一下被检测到的目标上的脚本。如果获取到了，我们就使用刚刚声明的这个变量来引用它，并且将它作为返回值传递给方法的调用者。
如果射线没有检测到目标呢，我们也返回一个空，表示没有目标。下面我们来到角色控制器脚本，这个脚本的内容有些长，如果你对当中的内容有疑惑的话，请务必参考之前的视频。我们希望玩家在箱子前按住 G 键，然后进入推拉状态，松开 G 键，离开推拉状态。那么我们就检测一下相关输入，声明一个布尔类型变量，保存玩家是否按着 G 键，声明相关的输入检测方法。在 input 资源文件中配置相关操作，记得保存。在 player input 组件中配置相关方法。在输入部分制作完成之后，我们添加一个关于推拉箱子的玩家姿态，声明一个布尔类型变量 push state change， 用来表示玩家当前是否有推箱子的姿态方面的切换。再声明一个 transform 变量，用来引用箱子上的交互点。接下来声明一个 push 方法，处理推箱子的状态切换。如果当前玩家处于站立状态，并且玩家按下了或者说一直按着这一键，那么我们就检查一下玩家的前方有没有可以推动的箱子，并且用一个变量引用一下结果。如果有箱子的话，我们就接着获取一下箱子上最近的那个交互点，并把 push state change 设置为 true， 表示此时应该从站立姿态切换到推箱子的姿态。如果玩家已经处于推箱子的姿态，并且没有按着这一键，那么我们也把 push state change 设置为 true， 表示此时应该从推箱子的姿态转到站立的姿态。然后我们到玩家的姿态切换方法里，找到这里，如果玩家当前的姿态是站立，那么如果 push state changed 为 true， 就把姿态切换为 push。如果当前玩家的姿态为 push， 那么同时如果 push state changed 为 true， 那么就把姿态切换为 stand。在下面这里，我们统一把 push state change 设置为 false。在 update 里调用 push 方法，我们把它放在 jump 后面。也就是说，如果玩家同时按下了跳跃和推箱子的话，我们会执行跳跃操作而忽略推箱子的操作。因为我们在这里把推箱子和跳跃的相关布尔变量都设置为了 false，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们会相互影响。接下来我们处理角色动画和移动。打开角色的动画状态机，找到我们从 Mixamo 上下载的这些动作，我们用这个 pull heavy object start 来表示玩家从站立姿态到推拉姿态的切换动作，用这个 pull heavy object stop 来表示玩家从推拉姿态切换到站立姿态的动作。再复制一份这个动画状态，把它的播放速度设置为0，用来表示推拉姿态下的待机动作。再把推的动作和拉的动作放进来。在它们之间我们设置转换，再新建3个布尔类型的参数，分别表示是否在推拉的姿态，是否在拉，以及是否在推。如果推拉的参数为真，那么我们从这个空手运动状态切换到开始推的状态，这里不需要 exit time。如果为假，那么就从这4个状态切换到推拉结束的动画。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都不需要 exit time。如果拉为真，那么从这个待机切换到拉，不需要 exit time。如果为假，从拉切换到待机，不需要 exit time。推的动作这里我们做类似的处理。从开始推拉到推拉待机的转换是不需要条件的，这里根据你的实际动作设置好 exit time 就行。这个转换也一样，不需要设置条件，设置好你的 exit time， 那么状态机就设置完毕了。接下来回到脚本这里，找到 setup animator 方法。如果当前的玩家姿态是 push， 那么我们就把动画状态机中的推拉设置为 true。我们希望玩家按下 W 键向前推，按下 S 键向后拉。那么我们就根据输入向量的 Y 值是否大于0或小于0来设置动画状态机中推和拉的真假值。然后找到上面的 stand 姿态，把状态机中的推拉给重置为 false。处理完动画之后，我们来处理移动。找到 animate move 方法，先把角色控制器激活。这和之前的视频有关，有疑惑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如果玩家当前的姿态为 push， 那么我们首先要在播放这个动画状态的时候，把角色移动到交互点上去。那么我们就判断一下，
当前在第一个动画层级播放的动画状态是否是开始推拉或者开始运动。如果是，那么我们就 apply building root motion， 并且调用 animator 的 match target 方法把角色移动到交互点上去。这两行代码的意思我已经在翻阅的相关教程中做过说明了，那么本期视频就不再赘述了。再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你对本期视频的内容有疑惑的话，请务必看完至少前面几期的视频。如果不是在开始推的状态的话，那么就照抄一下正常移动的部分的代码。我们来到 Unity 编辑器这里，为这个 Cube 我们新建一个层级叫做 Movable， 表示可以被推拉的对象的层级。然后在 Sensor 脚本这里把 Layer Mask 设置为 Movable。 现在我们开始游戏试一下。角色这里还是会根据相机的位置进行旋转。那么回到脚本，在旋转这里添加一个判断条件，在玩家的状态为 Push 的时候禁用掉旋转，这样就正常了。下面我们让箱子跟着我们动起来。先确认一下当前有没有可以动的对象，如果有，我们就调用一下可以运动的对象的 Transform 上的 Translate 方法，把玩家的位移施加到上面去。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垂直方向的位移添加进去，因为我们不会带着箱子上下移动，而且这里很容易出现 bug，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尝试一下。那么我们开始游戏看一下。现在可以看出，箱子不但会前后移动，还会跟着角色左右晃动，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移先转换到玩家的坐标系下，禁用掉 X 分量上的移动，再把这个位移转回世界坐标系。再看一下，现在箱子不会左摇右晃。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箱子会穿墙。为了让这个箱子拥有正常的物理碰撞，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Rigid Body。现在就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使用 Animation Rigging 来实现 IK 功能，把角色的手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对 IK 或者 Animation Rigging 有疑惑的小伙伴，请参考我的 IK 系列教程，在这里我就不做基础的讲解了。在这里还要提一嘴，就是 Animation Rigging 虽然看起来很像 IK， 但是它们的实现机制却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留到以后再讨论。那么下面选中我们的角色，在菜单栏找到 Animation Rigging。如果你没有在菜单栏找到它的话，说明你没有安装。还是那句话，回去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那么我们选择 Rig Setup， 找到这里生成的 Rig， 在下面新建一个空对象，取名叫 Right Hand Constraint， 也就是右手的约束，为它添加一个 To Bone Constraint， 复制一份，取名叫 Left Hand Constraint。 我们再配置一下左右手的骨骼。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左右手的 IK 目标，也就是在推拉时左右手应该放的那个位置。这里我们也有不同的方案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事先定义好的位置，或者使用实时检测的方式来找出合适的位置。那么在这次教程中，我们还是选择事先准备好的位置。如果你的游戏需要实时检测出合适的手部位置的话，你还是可以参考我之前的翻阅教程。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盒子上新建两个空对象。来到状态机这里，把这两个转换禁用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话，请参考这期视频。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点设置为左右手的 target。开始游戏，可以看到手已经指向我们刚刚设置的那两个点了。我们走到边上按下推，因为我们禁用掉了这两个转换，所以角色的动画现在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调整一下右手的位置。调整完了，我们记录一下 Transform， 停止游戏，粘贴回去。下面用同样的方法调整左手。
OK， 我们把禁用掉的2个转换恢复，开始游戏看一下。我们再适当的调整一下。那么这样推拉的时候手的位置就合适了。接下来我们给这个方块的其他3条边上也设置上左右手的 target。我们把这2个 target 复制3份，把我们刚刚设置好的左右手 target 拖到第一个交互点下面去，剩下的也都拖到对应的交互点下面去。然后把第一个交互点下我们已经配置好的左右手 target 的 transform 复制到另外3个上，这样我们就在每条边上都设置好了对应的 target。下面我们要解决2个问题，第一，要根据玩家的站位分别获取这4条边上的 IK target。第二，就是我们希望在开始推的时候才启用这里的 animation rigging， 不要在一开始游戏就弄得这么鬼畜。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在 movable object 脚本里声明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里有3个 transform 变量，分别是我们的交互点、右手 target 和左手 target。注意，这个结构体需要加上 serializable 特性，否则我们在 Unity 的检视视图里是看不见它的。下面声明一个结构体数组，然后更改一下这个方法，让它返回一个结构体。我们便利所有的结构体，找出距离玩家最短的那个交互点，然后把该交互点所在的结构体返回给调用者。来到角色控制器脚本，再声明2个 transform 变量用来存储左右手的 target， 在 push 方法里声明一个结构体，来保存一下我们调用的这个方法的返回值。然后我们分别引用这个结构体里的3个成员。回到 Unity 编辑器中，我们把这些 transform 拖到它们应该在的位置上，这样我们就不但获取了交互点的位置，还同时获取了左右手的位置。下面我们引入 animation rigging 的命名空间，声明2个 constraint 变量来引用我们左右手上的 TrueBone IK constraint。重新设置一下它们的 target。注意 ，animation rigging 在本质上并不是 IK， 它是深度嵌入在 Unity 的动画系统里的。所以在重新设置了 animation rigging 的 target 之后 ，Unity 动画系统需要重新的绑定一次。在这里我们暂时不展开讨论它，等后面进一步讲解 animation rigging 的时候我们再聊。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那么我们再声明一个 rig builder 变量，在场景里引用一下它。然后 build 一次 ，animator 也重新绑定一次。这样做是有一定的系统开销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不要重新设定左右手的 target， 在推拉物体的时候，把左右手上已经绑定的 target 移到这些点的位置上去就可以了。类似的做法我在这期视频里演示过，本期视频就不多做赘述了。那么我们开始游戏看一下。可以看出效果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手不要一上来就伸到 IK target 上面去，而是慢慢的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在动画片段上添加 curve 的方法来控制 IK 的权重。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添加 curve， 请务必观看这一期视频。那么我们就给动画片段添加 curve。我们在开始推拉和结束推拉的动画上添加 curve， 用来控制左右手的权重从0到1和从1到0的变化。在推和拉的动画上添加 curve， 把左右手的权重设置为1。注意 curve 的名称要和我们在 animator 里写的参数一样，否则是无法读取的。来到脚本，新建一个方法叫 set animation rigging weight。我们在这里读取相关的动画曲线，然后用曲线的值设置左右手的权重。在 update 里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现在效果是不是好多了呢？我们来接着优化一下，箱子如果碰到障碍物的话，可能会发生旋转，这样会引发 bug。那么我们就把箱子上 Rigid Body 的 Y 轴旋转给禁用掉，这样就可以了。不过我们这个推拉功能还不能够用于复杂的地形，比如说像这样，角色就歪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角色控制器还没有制作地表角度的检测功能，这个我们可以回头做 Foot IK 的时候再说。我做直播的时候，有个小伙伴问过我，箱子如果推到了悬崖下面怎么办？我的回答是直接掉下去呗。当时我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手的 IK 还绑在上面呢。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提供方法来自动退出推拉状态。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检测玩家和交互点的距离，如果大于某个阈值，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因为某种外力的影响，这个角色和障碍物之间脱离了联系，比如箱子掉下去了，箱子或者玩家被击飞了之类的。那么此时我们就让玩家自动退出 push 状态。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距离的设置，如果设置的距离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导致玩家根本就无法进入推拉姿态。这其中的具体原因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开始游戏看一下。我们再来为推拉状态单独准备一个相机，因为我不希望推拉的时候玩家可以把视线左右旋转。那么我们就新建一个 State Driven Camera。State Driven Camera 的用法可以参考这期视频。我们把这里的相机设置为只能跟随并且盯着胸部的位置看。虚拟相机的相关设置请参考这期视频。然后我们进入动画状态机，把与推拉相关的动画放进一个子状态机，我们就叫它推拉。然后回到 State Driven Camera 这里，把我们之前做的第三人称虚拟相机拉下来，然后在 State Driven Camera 里配置动画状态和相关相机。我再重复一下，如果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请务必把我刚才提到的视频看一遍。本期视频只是系列教程中的一个， Unity 新手请务必按顺序观看。那么到此为止，我们的推拉功能就算是制作完毕了。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内容，不过嘛，更新后的脚本代码我会放在专栏里方便大家查阅。搁了这么久，再次抱歉。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